Hello，大家好，我是耀耀，欢迎来到实用小程式组的第2集。这部片要来教大家7个扩展积木的进阶小技巧。大家都知道 Scratch 的预设积木不是全部的积木，还有更多的积木是藏在扩展积木类别里的。点击左下角的紫色，旧版是蓝色的添加扩展按钮即可找出扩展积木。这里共有音乐、画笔、视讯侦测、文字转语音、翻译、Makey、Microbit 以及数个 Lego 的扩展积木。点击即可加入到 Scratch 的程式栏这里。其中最常用的就是音乐扩展以及画笔扩展，其他 Microbit 或者 Lego 的扩展积木就不会那么常用，或基本不会用到，除非你有他们的硬件。介绍了那么多，这部片是要教大家扩展积木的进阶用法。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教的东西都是进阶的呢？因为在 YouTube 上已经有很多的基础教学了，如果再继续做下去，我就没有创新。所以我的教学都是比较进阶的技巧，或是其他比较鲜为人知的东西，来避免与其他 YouTube 的频道重复内容。但是如果想看基础的教学，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会视留言的总数来考虑要不要拍。毕竟拍了没人看，那我亦不就是白拍。好了，话太多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首先，我们先来介绍音乐扩充积木的一个小技巧。你有没有发现，在节拍或者是演奏乐器这2块积木的选择乐器栏是椭圆形的，而且里面有数字，例如1军鼓或者是2电子琴。这表示我们可以放入变数来决定使用的乐器，这无疑是一个蛮方便的组合。我们可以透过这组程式来达到这样的效果。接下来到画笔这边，光画笔就有4个小技巧，是蛮可观的。首先，第一个技巧盖章，我们可以使用重复的盖章来用角色画出线条或者是其他图案，像是这样，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功能。再来第2个技巧，我们在平常都是使用笔记全部清除这个积木来清除笔记。但是因为笔记可以覆盖，因此我们有了这个方法用来清除笔记，并且为背景加上颜色，这真的是非常的好用。接下来第3个技巧，我们可以使用字串组合积木，将它放到笔记颜色设为这个后面的颜色选择框。在这里，你可以使用 HEX 色码来设定颜色，例如粉红色或者天蓝色。最后第4个技巧，我们来看这组程式。我们将笔记透明度设为50，然后再下笔，并且画出一段轨迹。你会看到笔记是透明的，但在开头这边有一个莫名的点，这令强迫症的我无法接受。幸好有一组程式可以避免这个 bug 出现。首先探究这恼人点是怎么出现的，原因是在下笔的时候、移动的时候，总共画了2次。所以我们先将笔记的透明度设为100%，然后在下笔之后，透明度再改为50%，这样画出来的线就会是整条透明的，令人舒服。接下来是 Makey 这组扩充积木，这看似需要有某些特殊的面板才能使用，但事实上这些程式对于键盘也是有效的。我们可以输入英文字母或者 Up、Down、Right、Div 等键盘按钮，例如像是这样。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自定义的依序被按下这组程式。记得在每个按钮中间打入空格，像是这样。我们依序按下上下 G、A、M、E 即可启动这组程式，这是非常的实用。最后一组程式翻译，它只有2块积木，但依旧是非常的实用的。
我们可以把下面这一块浏览者的语言积木放到上面这一块翻成叉叉文的这块积木后面的格子。你可以把它放到说出这组程式里面，在这边打上你要显示的文字，这可以让你的专案供给多国的人使用。这对国际化的 Scratch 是可以让你的专案被更多人看见的。Scratch 猜谜时间，没错，我在影片的结尾加了猜谜时间，希望可以让我与你们有更多的互动。所有的题目都与 Scratch 有关，这次的题目蛮简单的，毕竟是第一次。请问在专案页面的这一个按钮叫什么？真的是非常的简单，知道的人在下面留言回答吧，我会在下一部影片公布解答。好，这部影片到此结束。整理这些资料花了我很多的时间。如果有其他建议或者希望我拍什么影片，也请在下面留言提出。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赞和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我是耀耀，每周日准时发布新影片，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